自从萧初然走后，叶晨内心对金陵的归属感一下淡了许多。倒不是对这座城市失去了感情，而是这座城市不再有那么一条无形的绳索羁绊着他，让他舍不得离开。现在他就像是个时间自由、财务自由的单身汉，一旦决定要去哪里，立刻就能动身。在金陵可以说无牵无挂。金陵的朋友们现如今的境遇都非常好，在这座城市，他们原本可能还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，但因为自己这几年不断在他们中穿针引线，如今他们早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，生活中相互照顾，生意上相互提携。有趣的是，原本大家你争我抢，大家赚的反而没有现在你欠我让赚得多。他们虽然个个都是商界的精英，但有的时候格局往往会受到领地意识的桎梏，把自己之外的都是做对手，相互之间就会形成严重的内耗。而一旦大家共同将内耗消除掉，局面自然会好上许多。这种情况与欧盟多少有点相像。没有欧盟的时候，2次世界大战欧洲都打得一片废墟，德国和法国这对世仇从17世纪就开始掐架，掐到2战结束，谁也没把自己打成世界强国。后来大家想通了，放弃以往的成见，抱团取暖之后，局面才豁然开朗。除了朋友们，叶晨的外公外婆一家现在也完全不需要他多操心，毕竟现在外公一家都是海外归来建设祖国的大商人，华夏给予了极高的重视。吴飞燕只要不是活腻了，打算鱼死网破，就绝对不敢再对他们动手。而且自己在香榭丽温泉还有大量武道人才的储备，这些人在金陵也可以保证亲人朋友的平安，这也是叶晨能够放心离开的多重原因。回到香榭丽，他没有立刻去自己的半山别墅，而是来到云如歌和宋如玉闭关的那栋别墅拜访两人。这对难姐难妹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已经成了关系莫逆的好姐妹。见叶晨忽然来访，两人也都欣喜不已，热情地邀请叶晨进到客厅。在客厅坐下之后，叶晨问两人：云小姐、宋小姐，二位最近还好吗？云如歌微笑着说：承蒙叶先生关心，这些日子我和如玉相处得很愉快。宋如玉也没了以往的那份冷峻与傲气，笑着说：云姐姐对我特别好，像亲姐姐一样。我们俩都商量好了，以后要是侥幸能活下来，就一起生活，一起修炼；要是没能活下来，就有劳叶先生在金陵选个风景好些的地方，把我们两人葬在一起。叶晨微微吃惊，却是笑着说道：现在谈死亡，还言之尚早。云如歌一脸轻松地笑道：叶先生，时间如白驹过隙，1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。叶晨点点头，对两人说道：二位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两位沟通一件事。云如歌立刻认真道：叶先生请说。一旁的宋如玉也坐直身体，眼睛不眨地看着叶晨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叶晨认真道：这段时间我深感修为提升禁锢不前的苦恼，所以打算去北欧闭关一段时间，看看能否偶找到打开泥丸宫的机缘，也看看能否找到为二位解毒的办法，希望二位能够与我一同前往。年轻的宋如玉没有任何犹豫，便兴奋地脱口而出：谢谢叶先生提携，如玉愿与先生同往。云如歌眉宇间闪过一丝忧愁与失落，但很快也调整好心态，微笑道：如歌也愿同往。叶晨欣慰点头，说：既然如此，就辛苦两位准备一下，咱们明天动身。两人即刻答应下来。叶晨见天色已晚，也不好过多叨扰，于是便起身告辞离开。宋如玉和云如歌一起将叶晨送出门，目送他离开之后，才低声对云如歌说：云姐姐，叶先生怎么忽然要去北欧闭关？他的太太不是在金陵吗？这个云如歌摇头喃喃道：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宋如玉笑笑说：叶先生闭关还能想着带上咱们，看来他确实把咱们俩放心上了。云如歌轻叹一声，低声说：叶先生恐怕也是怕我们俩另生一心吧。宋如玉微微怔了怔，苦笑道：
叶先生是担心我们会在紧要关头贪生怕死。或许吧，云如歌说，若他真的要长时间闭关，想来也是担心我们求生无门时重回破清会。宋如玉坚定不移地说，我便是死也不会再回去了。说完又有些生闷气势地念叨着，看来叶先生还是不相信我们。云如歌微笑道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宁可死也不愿回去，但叶先生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。人的求生欲和危机成正比，处境越危险，求生欲就越强。宋如玉摇摇头，认真道，求生也要看求的是什么生。如果还跟以前一样，要在破清会的掌控下活着，而且还要助纣为虐来换取解药，那我宁可去死。正所谓无自由，无宁死。云如歌拍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，你我都是一心要脱离破清会的人，只是你我都不具备掌控命运的能力，所以一切就听从叶先生吩咐吧。宋如玉感觉有些心酸，轻轻抱着云如歌，喃喃道，云姐姐，你说我们能过得了这道坎吗？云如歌笑着说，能不能过就看你我的命数了，无非验的毒不是你我能解的，一切还得仰仗叶先生。宋如玉微微点头，心中与云如歌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又更浓重了几分。远在北欧的海伦娜刚刚结束了几个友好国家的国事访问，乘飞机返回北欧并回到皇宫。虽然皇室对这些君主立宪制国家来说都是吉祥物，但他凭借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，在本国以及全世界都有了很多的拥护者，这就使得他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吉祥物那么简单。许多事情首相谈不拢的，他出面却能谈拢，尤其是在为北欧吸引外资这件事上，海伦娜总能让那些国际顶尖企业心甘情愿地投资北欧市场。而且海伦娜一直在为北欧奔波，鲜少休息，甚至比首相还要尽心尽力。她的努力和魅力被整个北欧人民看在眼里，人民对她的拥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皇室的存在感也不断在创新高。海伦娜也并非真的热爱女王这个身份和工作，只是皇室枯燥又孤单，所以她不想让自己闲下来，让工作填满生活。孤独感确实减轻不少，但对叶晨的思念却早已经根深蒂固，很难有所减缓。看到海伦娜一回来就累得无精打采，老女皇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中，忍不住问，海伦娜，最近是不是抽空给自己放个假，不要总是这么跑来跑去了？海伦娜笑笑说，放假感觉也很无聊，出去度假也不方便，留在皇宫终日冷冷清清，还不如在外面忙忙工作。老女皇无奈地说，你呀，还是那句话，需要在家庭上有所收获，否则这个皇宫对你来说永远都是冷冷清清的。现在我还活着，若是等我死了，这里岂不更加冷清？海伦娜苦笑，奶奶，这些事情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？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想凑合。老女皇感叹，若是这辈子认定了叶晨，那还是要想办法争取更进一步，否则一直这么下去，耽误的是你自己啊。我上次说跟他生个孩子的事情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，有个孩子，皇宫也就不那么冷清了。海伦娜叹息道，奶奶，这种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老女皇忙说，就是因为不简单，所以才要尽力去争取，不然就真的遥遥无期了。海伦娜揉了揉太阳穴，说，现在想见叶先生一面都没那么容易了。上次他带着那个小姑娘来北欧，我们甚至都没什么机会独处。说到这，海伦娜又想到那次叶晨在自己床上昏迷的种种，她心里不禁有些后悔，如果那个时候自己抓住机会，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怀上叶晨的孩子？自己不敢想用孩子去拴住他，但能有一个他的孩子，这辈子便也知足了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铃声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就瞬间从疲惫的状态变成兴奋又激动的模样，因为这个铃声是他专门为叶晨一个人设的。